爹娘留下的家产被你们霸占，还要把我当狗一样踩在脚下，应当为证。10年以后，我要你们哭着求我。夫人，成功了吗？瑶儿的情况已经稳定许多了。那孩子，我也按你的吩咐喂了还原丹，还吊着一口气。都怪我，若不是我……你又来了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还是不够快，若能有分身同时修炼该多好！必须更进一步，流幻化玄，去速存精，冲上筑基中期。你妹妹确实几日前就已经下山了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你要找她，不该来这儿找。我妹妹痴迷修行，除了在山上伺候你家小姐，就是找我，从不到处闲逛。怎么可能独自出走3日毫无音讯？好歹你就不能让我上山去看看吗？巡天峰规矩严，外人不能随意进出。回去，回去。这点灵力根本远远不够。若是李争天那小子的身体，灵力定然充足够用。司徒仙师，您怎么总是这般为难我们这些仆役？我这算什么为难？只是在漫漫修仙途中找点乐子罢了。师父要是不找乐子，能遇到师母吗？您要学风主，也找个那样的女人为妻吗？只要撑过这段时间，瑶儿就能成为3灵根了。现阶段资质还不稳固，还得吊着这小丫头一口气，从她身上再过些鲜活的本源灵液给瑶儿。小丫头，你能让瑶儿的资质提升一个层级，这5灵根没白生。我代瑶儿向你道谢了，你好好安息吧。这顾莲儿还有个哥哥，他会不会怀疑到咱们这儿来？夫人多虑了，那顾不平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什么那样的女人？那可是师母，你得唤她娘娘。你还不高兴了？你空有一副美貌的皮囊，可惜是个5灵根。仔细师父也把你捉了去。谁？算了，你回去吧。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不能朝外面透露1分，知道吗？要不然，峰主定不会轻饶你。各位，之前虽然一起比试，却未好好认识一下。我叫李争天，这风灵果是我自己种的，灵气浓郁，尝尝。李道友，你能被2个峰主争抢，真是给我们杂役长脸。受宠若惊，受宠若惊。夏峰主选我，估计是因为秋灵儿与元真2位师兄师姐帮我说了好话。他们为何帮你说好话？几年前我还是个庄稼人，
被仇家围住，差点没命。是他们路过救了我。传功长老呢？赵老说这几天指导只会是白费苦，不肯过来。叫他们来，让他们这2天与这群杂役弟子同吃同住。想必你们都清楚自己的资质，你们与内门弟子存在全方位的差距。明日的比试一定会非常艰难，但只要赢了，你们曾经的一切就能被改变。正统功法，充足资源，灵气洞府应有尽有。明日一战，要想赢得翻身的可能，你们唯一的优势在于你们的道心。李正天，我听说你3年便筑基，且有封主认可。你说说看，道心是什么？怎么偏偏点我？这些大道理我哪懂啊？道心是本心，是根基，是道心就是修行的力量来源。差不多，简而言之，道心就是你修行的理由。李正天，你为什么修行？干嘛逮着我一个人问？为了成仙。答错了，修行不为成仙，还能为什么？你呢？你的道心是什么？为了变强，将所有欺辱我的人踩在脚下。你倒诚实多了。你们未免也太怠慢了些。再过1日便是大比，都回去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道心。你们资质虽差，但若道心坚如磐石，或可搏出一线生机。谨遵长老教诲。李正天，你随我来。完了，难道是因为刚才回答的不好，这老头要单独教训我？看什么看？难得的指点机会，还不快快练习！想甩掉我，没门儿！李正天，我之前测出你是武灵根，心中对你多有不喜，要求你3年内完成筑基，其实是在刁难你。你可曾怨恨？弟子不敢。长老能网开一面，给弟子机会，弟子心中只有感激。李正天，我怀疑自己当初对你的测试，真如秋灵儿所言，错了。我想重新为你测一次灵根，你可愿意？若是测出混沌灵根，麻烦绝对比好处多。闷声发财才是王道。长老，若我不愿再测呢？正天，我忠于宗门，不想错过人才。只要测出你值得培养，我之后的每一个决定，都只会对你有利。我就是武灵根而已，只要我在决赛中获胜，就能拜入下峰主门下。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了。你错了，因为你是武灵根，即便拜入内门，你得到的资源也会比别人少得多。内门的竞争比灵药园残酷100倍。以你的实力，起码是双灵根，甚至单灵根。
如果真是我错了，我不但为你证明，还会亲自向你赔罪。若最终测出来结果显示，我仍旧只是个武灵根呢？那证明我之前没有错，你现有的一切不会被改变。若是夏风主愿意选你，我也绝不阻拦。既然如此，我不需要再测，也不需要额外的照顾。之前我凭自己从灵药园里闯了出来，之后我也能凭自己在宗门内闯出一片天地。若是不测，这老头怕是永远觉得武灵根是废物。其实，我也怀疑过我的灵根不一般。要不然，我怎么可能仅仅修炼3年，就能做到以武灵根之姿，打败雷浩那个3灵根呢？这小子原来在这里等着我。长老，我可以接受重新测试灵根，但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你先说说是什么事情？我想让长老改变宗门之前不愿收任何武灵根的规矩。我不想让所有武灵根生来就注定只能当其他修士的仆役。武灵根修炼起来确实极为艰难，不是其他人要看不起武灵根，而是武灵根的人无法修炼出成绩，才会被人看不起。刚刚我问你，你的道心是什么？除了修仙以外，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答案？红尘为炉，众生为念，我没有别的答案。我认为道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不需要去想，而且能说出来的东西算不得道心。醍醐灌顶，这等通透的悟性，竟出自一个武灵根的少年之口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好一句道心自然。也罢，之后我便奏请宗主改变宗门先前不愿接收任何武灵根的老规矩，往后测出武灵根者，也可先做杂役弟子，通过宗门大比争夺内门资格。现在，你愿意重新测试灵根了吗？请长老测试。之前我测出武灵根，潭水涨了不到1丈，现在我是混沌灵根，这水池怕是要翻天了吧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好孩子了，老夫今日算是开了眼了。一直以为只是传说，你竟真的是混沌灵根。混沌灵根很厉害吗？何止厉害，寻常宗门得一丹灵根，便可傲视群雄。你这混沌灵根，比丹灵根不知强出多少倍。此事居秘，除了我与夏风主，绝不能让第3人知晓。
为何？前任宗主陨落后，宗门内部势力盘根错节，你若暴露，便是小儿抱金过要事，必遭人觊觎嫉恨。夏封主知道如何护你，日后你的资源我会暗中倾斜。弟子明白。你过无常山试炼，道心通透，老夫很欣慰。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无常山元老的话是真的。这是太虚宗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这是始祖用至宝光阴长河卷预测的未来，或许是外敌，或许是难以想象的浩劫。若真到那一日，你我皆无法存活。我倾尽全力保你，不仅为宗门，更望你能成为应对浩劫的中坚力量。以现有的力量远远不够，你明白吗？弟子明白，定当竭尽全力。瞧他那失魂落魄的样儿，八成是练了什么违规功法，被长老查出来，要被逐出宗门了吧？还有1日便是大比，你们的心思都飞哪儿去了？还有你，你虽暂拔头筹，但内门弟子的底蕴远非你能比，少在这儿得意忘形。浩劫尚远，眼下的大比才是难关。是，长老。4万斤负重，来吧！不论这李正天之前使的是什么手段，得了2大封主的青睐。这下他一定会被打回原形了！苍天有眼，封主一定会后悔没有选我的。你配跟人家比吗？人家能扛着1万斤重的玄铁体修，你能吗？谁是李正天？我是。你随我来。我妹妹不见了。这位道友，我应该不认识你妹妹。他们下一个要找的人是你。我妹妹和你的共同点是，你们2个都是武灵根。武灵根？难道是雷浩？邱灵儿委托的事情我查清楚了，她最开始确实是4灵根，后来她变成了3灵根。这期间他所在的炼丹部里，有5个武灵根的仆役和1个4灵根的杂役弟子都没了。你是执法堂的人，查清楚这些事情不该上报给执法堂吗？为什么来找我？把这些事情告诉邱灵儿，让邱灵儿去找她师父。正天，是遇到麻烦了吗？师姐，有个执法堂的人要找你，他说查清楚了雷浩的事，他还说他妹妹和我一样是个武灵根，不见了，他要请夏封主出马。执法堂的顾不平查到了一些东西，他妹妹失踪了，他让我们找师父帮忙。顾不平查到东西不上报，反而来找咱们师父。看来师妹玉玺和雷浩的事背后牵扯了大人物。执法堂堂主并非刚正之人，师父今早出去了，我去找他，你赶快去正天那儿把事情问清楚。我妹妹也是武灵根，却只能做个仆役，她受了欺负也不会和我说。正天，你回去练功，切勿独自外出。
元真君，这是我们执法堂的差人，把他交还给我们吧。他在帮我们顺机锋查案，我师父夏风主正在等他。等他把事情说完，我就让他跟你们走。堂主有令，顾不平违反堂规，需立即带回处置，就地正法。元真君，快将他交出来，没得商量。诸位，这是要明抢了吗？你们究竟是为什么这么慌张？不怕得罪顺西风？一定要拿下顾不平！既然顺西风阻拦，别怪我们放肆！顾不平，你还不振作？你妹妹只是失踪，不见得倒下了。顾不平，偷走万象逆行杀，还敢反抗？束手就擒还能轻饶？只要念动术法，元真就会变成痴呆，没人能查到我们头上。你在找什么呢？兜兜转转，这宝贝还是回到了我手上。糟了，师兄盯上这东西了。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等着看堂主怎么收拾你！撤！多亏师弟及时赶到，这等邪物交由师父去查来历。送我去见你师父，我有巡天峰峰主堕入邪道的证据。郑天，你快回去，自己小心！他们不选我，我要把你们都踩在脚下！你们不配！苍梧长老预言的末日景象，不能自己吓自己。眼下，我要打败内门弟子，成为夏风主亲传。在那场末日到来前，我必须变强。内门弟子胜，得暖玉虽与灵石；若败于杂役弟子之手，杂役晋升内门，败者沦为笑柄。点到即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大比开始。不伤性命，也就是说，可以废了的。就是他吗？他要是赢了比赛怎么办？一个武灵根，我不会让他赢的。步云峰的崔찬从未有过败绩，我有办法让他出战。太好了，咱们的张儿有救了！这人笑得好生疯癫，绝对没安好心，不得不防。哥哥，想不到那个李争天竟然有了筑基修为，简直令人大开眼界。他太让人恶心了，跟个狗皮膏药似的。等会儿我亲自出手，把他给废了。与他比试，实在有失哥哥身份。苍蝇长老刚说了，心怀众生，不可伤人。哼，一个武灵根没了就没了，只要将我已进入玄境，成为筑基中期的事传出去，那些老家伙欢喜都来不及，我必将他狠狠踩在脚下。巡天峰，顾不平妹妹失踪的事，果然和巡天峰脱不了干系。
筑基初期最高规格的装备，这才是真正的内门之战。青羽的装备虽好，但崔玉儿灵力压制太强，这样下去撑不住的。青羽也是3灵根，修行那么刻苦，怎么会被崔儿这个高阶3灵根压着打？资质犹如鸿沟，征天身为5灵根走到今天，简直是奇迹。征天师弟是选中的人，定有大机遇。青羽，撑住啊！你赢不过我的，自己滚下去，否则你的仙衣也保不住你。平时师兄师姐总夸我厉害，今日方知真假。我确实技不如你，但我绝不认输！再来！哥，顺西风那帮人和李征天交情匪浅，你等会儿对上李征天，别做得太过火，小心得罪死他们。你多虑了。只要我把筑基中期的实力展露出来，就算今天在台上把李征天彻底废掉，哼，上面那些老家伙也不会说我半句不是。内门比试马上结束，夏公墓怎么不见人影？李征天还要不要拜师了？快去把他请回来。是。夏松木，给你倒了茶，怎么不喝？嫌侍女笨手笨脚？没办法，原来那个侍女虽然乖巧，但不检点，在外面鬼混失踪10几天了，一时半会儿我也找不到更好用的。我妹妹最是知礼，明明是你到处抓5灵根，修炼什么劲？蠢货！没有搜出证据，你现在说破，只会让他反咬一口。夏苏木，你身为一峰之主，带人硬闯我巡天峰，现在搜也让你搜了，你搜出什么了？你的人还敢在这口出狂言，诬陷我？这事儿要是告到宗主那儿，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收场。厉峰主，我不管你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，若你做的事有违人性，你的修行之路只怕就要止步于此了。哼哼，苍鹏那老家伙派人来催了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夏苏木，你一再针对我，我一再忍让，但今日之事，我绝不再忍。我无意与你争斗，只是提醒你一句，你今天必须跟我斗，因为只有我知道顾不平那个妹妹究竟在哪儿，而且她已经没命了。你这混账！你若真是坠入邪道，太虚宗定留你不得。无凭无据，你一直针对我，我今日定要与你一决高下，出这口怨气。
石虎兽怎么还不把夏风主带来？这比试拖不下去了呀！苍梧长老，之前你一推再推，让其他杂役先比，现在就剩这最后一个杂役了，你还在磨做什么？我徒弟可没时间陪你们耗。得罪了，比试开始。说要接纳我的，终究还是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了。怎么，比试还没开始，就已经吓得摆出一副死人脸了？和你这种废物交手，真是我的耻辱。怕你？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过一个双灵根罢了。好大的口气！也罢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废物，让这场比试太没意思。我让你3招。杀父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天房比赛已经开始。李玄霄，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杨秀寿，你也别想，我已经请宗主派人过来了。你身为一峰之主，在我巡天峰闹事，你还想选什么弟子？直接去宗主那儿交代你一直与我作对的缘故吧。交代什么？是我查到你暗中扣押了武灵根顾莲儿，再偷偷做些见不得人的图谋。宗主若查，你当真不怕败露？我为何要怕？谁告诉你是我带走了顾莲儿？你快对你师父说说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顾莲儿已经被找到了。他还活着吗？但他不太好，行销离骨，经脉全毁，衣衫破碎，而且痴呆了。为什么都不知道。元真已经将他送往杏林堂了。我们走。我巡天峰是什么观光之处吗？你们进来容易，想走却没那么简单。这崔檀不是双灵根天才吗？说好让3招，怎么突然把武器使诈？兵不厌诈嘛。问题是使诈了，连人家杂役弟子的衣角都没碰上。他真有那么厉害？以前吹过头了吧？夏峰主、厉峰主，燕玄有礼了。燕首座，你来的正好。夏宗木强闯我巡天峰，大肆破坏，还要诬陷于我。你可得让宗主为我做主，把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。要查，当然要查，要慢慢查，仔细查。不过嘛，事情得按规矩来。如今正是宗门大比，宗主有令，请2位峰主先回大比现场，等大比结束，我再领着执法堂慢慢查。燕首座，这不妥吧？我堂堂一峰之主被污蔑，不该先查清我的事？这是宗主的指令，厉峰主若有不满，大可亲自去问问宗主。夏峰主，快去吧，去晚了，比试可就结束了。燕守主，那我也得赶去大比现场了，恕不招待。您大可在我这巡天峰慢慢查，不妨事，我这就走，不会在厉峰主这儿翻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来。首座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您倒是个好爹。宗主这是有意敲打我，哼，无妨。时间拖了这么久，那李争天必定已被崔瞻打成了废人，夏苏沫赶过去也只能捡个残废。李争天这副好肉身，用来给我儿子提升资质换灵根，再合适不过。
这怎么可能？都几十招了，这杂役弟子身上连个印子都没有，他不是个武灵根吗？崔战可是优质双灵根啊，难道是在放水？放什么水？我之前在无常山失恋就看到了，这小子名次虽然不好，但夏封主和厉封主为了抢他，差点打起来。2个封主抢一个武灵根杂役，这李争天到底有什么邪门的本事啊？切，哪有你们说的那么邪乎？我看不是这个杂役弟子有多厉害，是这个崔瞻太弱了。对，是崔瞻太弱了，平日里狂的没边儿，现在连个杂役弟子都打不过，丢人！你知不知道我是双灵根，而你只是一个武灵根？所以呢？结束了。之前耍着你们玩一会儿罢了，现在才是我的收割时间。又得买新衣了。哼，就这，你是不是还留意这一手？要不然就这水平，你是怎么被评为天才的？哥哥，不要！好重的邪气！实力尚可，心态却如此不堪一击，竟隐隐有走火入魔之象。无声无息抹去我的全力一击，好强的修为！若真交手，我撑不过3招。慢！我们不比了，崔瞻技不如人，他认输。苍梧长老，宣布结果吧。既然崔瞻认输，本场比试李争天获胜。李争天，你可还要继续比试？若打败内门魁首，便可成为宗主名誉弟子。实力再强又如何？在他们眼里，我终究只是个不配入眼的武灵根。弟子选择止步于此，请长老与封主定夺。你的实力还不错，还可以再继续比试下去。弟子不敢，刚刚已拼尽全力，没有信心再战了。既然如此，半炷香内，若有封主愿收你为徒，你便拜入其门下；若3刻内无封主收你，你便自行选一位长老拜师。罢了，若连内门长老都不愿收我，大不了做个散修，天地任我逍遥。我愿意收李争天为徒。一尘封主，我也想收李争天为徒。我愿收李争天为徒。我愿收李争天为徒。千算万算，这3个老狐狸难道也看中了他，想拿他做炼药的刺眼？兴义封一尘，后土封10月，
净明峰清虚、顺西峰夏苏木，皆有意收你为徒。李争天，你要选谁？武灵根的绝望，九死一生的挣扎，今日终有人愿抛下偏见。多谢各大峰主厚爱，弟子感激不尽。但我与夏峰主已有约定在先，弟子李争天，天虚1300年入宗，愿拜顺西峰夏峰主为师。好，好，好！从此刻起，你便是我夏峰木的弟子，排行17，赐道名元丰。说，那暗针究竟从何而来？苍梧长老辛苦了，给太虚宗找来李争天这么个大福星，大功一件。宗主生性多疑，这孝义未达眼底。他若知晓李争天是万中无一的混沌灵根，究竟是福是祸？为宗门分忧，分内之事。盯着李争天，巡天峰的事先放一放。派去寻那上古秘法的人，有消息了吗？回宗主，已有残篇现世。那秘法名为归虚神功，残篇记载，欲修炼此功，必须是混沌灵根。残篇中还收录了太羽游尘经，虽止于一役两事，但也绝对是至宝。那人近日便会残篇带回献给宗主。好。太羽游尘经，那你为何擅作主张，放夏公墓回大比现场？属下以为，夏峰主不避讳武灵根，由他收下李争天，好过落入厉玄霄那种心机叵测之人之手。哼！夏苏木不知变通，欺上罔下。罢了，你下去吧。卡拉、淼淼。那2间归你们了，自己收拾去。这玩意儿可是保命的底牌，绝不能露白。至于这邪神珠子，改天得探探师傅的口风。缠骨藤，看看你能长成什么怪物。150枚上品，4000中品，5000普通，5000普通，100枚上品就算阔绰，小爷我现在也算个富户了。不够，内门水深，法宝丹药哪样不烧钱？反正我不怕没命。若那末日真来了，大不了一死。可师傅他们怎么办？元丰师弟，你怎么又在叹气了？你现在的修为已经很了不起了。师弟呀，你满打满算进宗门才6年，修为就跟我差不多了。你可知我进宗门15年了？你这么丑，以后我还怎么好意思让你叫我师兄？你可真是缺心眼儿。虽然你觉得修为提升慢了，但你这2年在阵法和符箓上的进益极大，尤其是阵法，师父私下里可是多次夸奖过你。多谢师姐安慰，我明白了。
他嘴上说明白，只怕私底下又要拼命苦练了。顺西峰10几个弟子，就属他最不要命。别想那么多了，过犹不及。今日授课结束后，别再一个人憋着劲儿苦练，跟师兄们去天宫坊、百炼阁转转，放松放松。是啊是啊，去买几件新衣裳，或者去山间抓灵兔烤着吃。店娘走后，这是我最幸福的日子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末日将至，我必须更快，绝不能让这微光熄灭。都17岁了，怎么还是没长高，连胡茬都不长？师弟，你太早进入筑基，寿命延长，身形变化自然缓慢。按你这状况，起码得25岁才算凡人的18岁，慢慢长吧。入阵。好可怕的寒意，这应该是师父新研究出的阵法。你们可看出此处有何异样？李争天，你来回答，这阵法的门道究竟是什么？松针如雨，古木如牢，鹤影如剑。松木为阵，若胡乱挣扎，青松枝条便会化作一目神蛇，从四面八方缠绕绞杀。以你之见，如何破阵？破此阵者，这弟子愚钝，只能看出需注意脚下走位，避开根系，但究竟如何破阵，弟子实在想不出来。这是松鹤幻生阵。哼，今日授课，你们需在这阵法的密集攻击下，同时施展逆行术与分香化影剑。清源灵儿，护法。师妹，不如打个赌，看哪位师弟师妹换出的飞剑最多，你看好谁？不必赌。师弟，你若是多出好几柄也就罢了，偏偏就多这一柄，可真叫我不甘心啊！师兄，承让承让。师傅，争天师弟老是闷头练功，会变傻的，我带他出去转转。去吧去吧。真是没眼色。蓝衣师妹，你也一起来。这里叫万溪溪，前面有镜花娘娘的雕像，听说诚心许愿能召见前世呢。走，蓝衣，我们去拜拜。师兄，师弟，你们快来！青羽，你说这水池能召见前世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不过我前世蓄胡子的模样，倒还挺英俊的。真奇怪，我前世竟是这般妖艳女子。元丰师弟，是我眼花了吗？怎么你的影子一点也瞧不清？是啊，我也没瞧清。我觉得不对。哪里不对？我觉得这水池里的影子不像是前世，倒像是咱们的未来。我看不下，这应该就是前世。咱们走吧，我突然有些瘆得慌。
这穷乡僻壤，竟还有这等极品仙娘。啊，你！哎呦，你这姑娘为何要故意撞我？是不是芳心寂寞，想投怀送抱啊？你无耻！披着这一身皮就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，敢在我太虚宗惹事！嘘，别惹事儿，那是千山盟的人。这美仙娘脾气倒火辣，更加诱人了。我们哪里惹事了？只不过见两位仙娘貌美，身边却连个像样的伴儿都没有，毛遂自荐罢了。放肆！千山盟势大，大师兄不在，真动起手来，我们未必讨得了好，不能硬拼。我们是顺西峰的内门弟子，我是夏青雨，我父亲是顺西峰峰主夏松木。你们自是有千山盟撑腰，但我父亲若知道我们受欺负，定不会轻饶你们。对，她可是夏峰主唯一的宝贝女儿。峰主的女儿惹不起，旁边那个羞答答的，总不至于也有个好爹吧？等找个庇庇处。哟，是峰主的女儿啊，那确实了不起。我们惹不起，躲开总行了吧？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他们代表的是千山盟，我们若当街和他们翻脸，会给宗门惹大麻烦。等回去，我必定向父亲禀明，让他去向千山盟交涉。还有你，你是我们之中最厉害的，刚刚为何不出手教训他们？你说的对，我这就追上去和他们大战一番。你们先回去叫人，免得我被人揍趴下，丢了顺西风的脸面。罢了罢了，你也不过筑基中期而已。我瞅着对面有3个以上都是筑基中期以上的修士，要你出什么头？我将此事禀明父亲即是。若非怕宗主软弱，事后逼着师父给千山盟赔罪，我早把那几个狂徒废了。走吧，蓝衣受了惊吓，我们飞慢些。哈哈哈，这么巧，看来我们和两位美仙娘实在有缘啊！你们竟果真胆大妄为到这个地步，明知我是峰主女儿，还敢一再招惹。哪里，您是峰主女儿，我们自然高攀不上。我们只是想让您身边那位侍女跟我们走一趟，伺候我们一日。一个侍女而已，顺西风不会连这点待客之道都不懂吧？欺人太甚！哼，怎么想动手？住手！快放开他！什么弟子不弟子，是他先动手的。识相的就把那侍女交出来，否则我们可要把这破坏两宗关系的大帽子扣在你们头上了。我跟你们走，放了他。元丰师弟，他只有筑基中期，上去也是送死，我只能靠自己。还想叫人？求救玉牌碎了，太好了，这下总算没人能挤停我了。大小姐怎么都同一副德行，遇到点事儿就哭着找大人。你就算真找了你爹来，我们要个侍女，他敢不给？李师弟，大小姐，你这2个属下不中用啊，一个鲁莽，一个懦弱，不如你也一起，让我们好好护法。这小子主动挑衅，我身为千山盟的人，替你们小小教训一番，不碍事吧？不要！畜生，快停下！干嘛？你不过是个普通内门弟子，你敢对我动手，千山盟定会要你付出代价。是吗？放我们走！
我们绝对不会把今天的事说出去。对。你们相信，把这群人放走后，他们会什么都不说吗？可若是他们都在太虚宗出了事，千山盟绝对会善罢甘休的。千山盟若是找上门，宗门为了平息事端，我必定会被推出去顶罪，难逃一劫。是这帮人作恶在先，你为了护着我们，凭什么让你去顶罪？李师弟是为了我才出手的，我绝不能让他出事。那就把他们全解决掉，这群家伙咎由自取。只要他们消失了，就没人知道是你干的。师兄师姐向来心软，居然为了我，连宗门规矩都不顾了。其实用不着这么极端，我有个法子能让事情有转机。不过今天发生的事，你们必须烂在肚子里，对谁都不能提半个字。我们发誓。冰魄玄光镜，这不是一直被师父收着的吗？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的？嘘，说好保密的。师兄师姐，得想办法把他们扔得越远越远，让他们查无对证。目标太大了，怎么运？把他们塞进船舱底，不凑近根本看不见。好，我和师姐去扔人，袁勇师兄、蓝衣师姐，这里的痕迹就拜托你们清理干净了。主人。某某已经15岁了，普通水牛活不过30，必须尽快弄到寿元丹，给他续上100年寿命。去了炼丹部那么多次，一无所获，反而老是撞见那个枯禅长老。那老家伙身上浓郁的丹药味，总让我觉得极度不舒服。他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不可，你目前仅在筑基中期，强行触碰后方功法，必遭反噬。若我将这上古功法尽数掌握，是否就能应对一切变故？不一定。星剑对那场末日绝对还瞒着什么。罢了，贪多嚼不烂。听说了没？千山盟派了好几个人，气势汹汹来咱们宗门闹事。说是他们派来的差人失联了，连魂灯都灭了，非说是在咱们这儿没的，要来兴师问罪。果然，失去神智在野外，活不过1晚。你们昨天是不是和千山盟的人起冲突了？是。他们言语无状，我便报了爹爹的名号。他们知晓后，便不敢再冒犯了。做得好，千山盟的人惹不得。昨天和你们起冲突的那几个人出事了，千山盟正来兴师问罪，还好你们没彻底冲撞起来，否则麻烦大了。处置了那几人的事，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师妹，你这么怕做什么？是不是还有事瞒着我？没有。只在访视见过一面。看来暴风雨提前到了。我千山盟的人在你们太虚宗失联，连魂灯都灭了，你们还敢狡辩？太虚宗区域辽阔，外宗修士来往繁多。镇守使还是冷静些，既无证据，莫要一来就把事情全怪在我太虚宗头上。人在你们这出事，你们就得负责。我们长老对这几名弟子倾注了大量心血，如今损失惨重，长老大发雷霆。若想让长老息怒，你们便将碧落云海的那条灵脉拿出来吧。
图穷匕现，原来是冲着灵脉来的。若是事情当真无法收场，你将我供出来，我也不会怪你们的。一个个都板着脸做什么？你们要是敢对我不敬，就等着千山盟来找你们算账。镇守使息怒。其实我们听说贵盟的人出事后，立马派人去找了，现在已经有了回音。他们没事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一问便知。饶命！好厉害！不要碰我们！不要碰我们！是不是你？师姐，你怎么会怀疑我？怎么回事？昨天发生了什么？你们快说出来！好厉害！我看这几人像是中了什么邪术。师父的冰魄玄光镜，定是被这小子拿去惹祸了。我就说这几位修士实力不弱，怎会全员失踪？原来是极端邪修干的。对，我看也像是那些极端邪修干的勾当。燕峰主，多谢你的完美推理，省了我不少力负。极端邪修有一门心式秘法，能搅乱识海，啃噬神魂，中招者皆会变成痴傻之人，症状与这几位差士一模一样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千山盟的人和邪修有勾结？镇守使，请看，这是我宗执法堂用执法仪留存的帖志，绝无更改可能。我们在宗门边境发现他们时，他们身上带有大量违禁品幻神香的气息。这几人显然是长期沉溺此物，有了本能，约莫是与邪修违规交易时起了冲突，才被施了毒手。哎，原来是那臭名昭著的邪修搞的鬼。老夫刚刚竟然怀疑起自己的乖徒弟来了，罪过罪过。藏书阁里的书没白看，拿走储物袋伪造现场，再留下这违禁品幻神香，这出黑吃黑的戏码，执法堂果然深信不疑。一派胡言！就算这几个不成器的东西接触了违禁品，也不能证明就是邪修干的。邪修有几个胆子敢动我千山盟的人？邪修不敢招惹千山盟，难道我太虚宗就敢？大使将一切罪责将加于我宗，让我们情何以堪？除了邪修，就没有别的东西能让人失去神智。我可是听说你们太虚宗曾经收缴过一件邪物，也会让人变成傻子。夏峰主，我看你怎么一直坐立难安，是不是你知道些什么？镇守大使，真相与铁证皆已摆在眼前，你为何还要胡搅蛮缠？难道真要为了一条灵脉，对我太虚宗屈打成招？你休得无礼！哪来的真相？你若不心虚，为何不敢把那邪物拿出来对质？还快将你宗的冰魄玄光镜拿出来！你这是何意？大使一开始似乎就对我宗有偏见，好像不论我们怎么做，您都会想方设法这错处怪在我宗头上。今天不给太虚宗再求的是碧落云海那条灵脉，你们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哎呀，我们当然负起了责任，这不已经为千山盟查明究竟是谁祸害了这几位差人。哼，那不过是你空口白牙的推论罢了，一点确凿的证据都没有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得罪了。果然如我所料，他们的后脑勺上留有极端邪修作恶的铁证。这怨魂刺青只有在中了心式秘法12个时辰后才会显现，而贵盟这几位差人的统领魂灯恰好是在15个时辰前熄灭的，时间完全吻合。15个时辰前，他们与极端邪修起冲突，统领被了结，他们被施了秘法。镇守大使，
证据都这么明显了，还需要我们交出什么所谓的邪物吗？您要是还想将脏水泼到我们太虚宗头上，实在说不过去了吧？大师好脚法呀！这等修为只能做个镇守大使，实在可惜了。极端邪修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无论是什么宗门，敢与我千山盟为敌，就等着死路一条！带上这几个废物，走！元丰、青羽，走了，回殿。刚刚真是好险，为师差点以为千山盟那几个莽撞的家伙是你们弄的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放心啦，爹爹，这回没事啦。放心，玄光镜一早就都偷偷放回去了。青羽、元丰、元勇、蓝茵，你们4个立即给我滚进来！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？知不知道有官技术法能查出这物件的使用痕迹？16个时辰前，你们谁用过这个危险法器？哪个兔崽子用的？我用的。爹，元丰也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他为了保护你们？这么说，千山盟那件事真和你们有关？昨天到底怎么回事？给我一字一句从实招来！怪我不该自作主张，以为不会被人发现，将那些人都给解决了。是我太过冲动。大家是为了保护我。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您别生气了。哼，解决了？那么多路人看到你们起冲突，这是怎么解决？人家实力比咱们强，就算咱们有理，到头来战战兢兢的还是咱们。管他呢，天还没塌，操这个心做什么？你昨天凭一己之力把那6个千山盟的高手给处置了。好小子，都起来吧！千山盟若追究，难免生事。你们不如出去躲一躲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灵儿，你们许久没真师弟下山锻炼了吧？正有和清源师兄已在金丹初期稳固，准备去逆灵渊帮玄龟取一个箱子，还要进献100颗妖丹和100颗剑梦果给渊底王者。搜集这些东西非常麻烦，你将他们4个也带上，让他们帮忙。等到了逆灵渊，太过危险，你和元真再与他们分开，让他们自行回来。弟子领命，定护他们周全。你们2日后出发，这是探灵时，出手温润。若在凡间遇到有灵根却未曾修炼的凡人，此时便会发亮。宗门如今求贤若渴，若遇仙缘之人，务必带回。爹，只要石头亮了，无论什么资质、什么灵根，都可以带回来吗？那是自然。在咱们元丰的影响下，如今宗门已打破陈规，无论什么灵根，只要有所长，都有踏上修仙大道的机会。宗门放宽规矩是一回事，可武灵根入宗，终究只能从最底层的杂役做起。3年内若无亮眼表现，依旧会被扫地出门。成才之路，谈何容易？千山盟的人真当太虚宗好欺负，竟还对我们的灵脉念念不忘。他们不过是20宗门养出来的一具傀儡，没想到现在这傀儡竟妄图反咬主人了。宗主息怒，您是宗门顶梁柱，万不可伤神。属下定当死守，绝不让那些人侵占宗门半点利益。你向来忠心，我正秘密闭关，
外事需你小心应对。记住，李争天这样的天资，定是宗门日后应对大劫的关键。你必须亲自看护，就算得罪千山盟，也绝不能让他出半点差池。属下遵命。2年前寻回的归虚神功残篇，我以丹灵根之资苦研至今，依旧无法掌握其中奥秘。此等神功，非混沌灵根不可破。我已将其拓印，你拿去给李争天修炼，告诉他此功法唯有武灵根可练，绝不能让旁人知晓他是混沌灵根的秘密。若他真能练成，他的实力将不亚于各峰峰主。宗主费尽千辛万苦寻来的至宝，就这么交给他？浩劫将至啊，宗门人才越多，未来应对劫年的胜算才越大。让他尽快成才才是正事。宗主，今日千山盟那镇守大使竟提到了2年前曾出现过的玄光镜，此物隐秘，他能知晓。属下怀疑，宗门内有人暗中通风报信。哼，无非是些贪心不足、妄图攀附的小人物罢了。这种事你全权处理，不必报我。查清是谁后，该留的留，该处置的直接解决。历练在即，千山盟暗流寒冬，唯有实力，才是一切的根本。这股浓到刺鼻的丹药味，是他。燕玄首座，千山盟的人没为难您吧？听闻他们在找玄光镜的线索。无稽之谈罢了，不过是些胆大妄为的歹人作祟，咱们定会配合千山盟将他们绳之以法。燕卷首座，今日怎有空来我这瞬息峰？夏峰主，这便是你那筑基中期的武灵根高徒吧？宗主竟如此看重一个武灵根，老朽还以为宗主会更xem重那些有培养价值天才呢。我这徒儿屡创奇迹，怎么就没培养价值了？长老说话未免太不客气。哎呦，是老朽失言，老朽这张破嘴净说晦气话，该打该打。夏峰主，这是宗主费尽心血寻来的上古功法归虚神功残篇，宗主极其重视李争天，亲自检验过此功法，特命我送来，唯有武灵根可修习。说起来，昨日我恰巧遇见了李争天，他好像正在清理一些不长眼的麻烦。宗主说做得好，宗主脾气好，但绝不容忍外人加害自家弟子，下次谨慎些。苦禅长老，宗主觉得他极有培养价值，让我多加看顾呢。不对劲，这玉简里的归虚神功和星焰传给我的极易相似，但灵力运转的几个死穴细节全被改了。燕玄能精准知道我昨天的事，他一定在用某种极隐秘的手段监视我，绝对不能出声。青剑，这玉简里的功法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功法被人动了手脚，手法极其隐秘，至少是元婴期的高手所为。你若照着练，威力虽在，但你的自我意识会被一点点消磨殆尽。消磨意识？那我岂不是会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？宗主是元婴8阶，燕玄说他亲自检验过，这手脚是宗主做的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们宗主是不是肉身出了问题，常年闭关，修为停滞？是的，他一直躲在暗处。那便是了，他看上了你这具混沌灵根的完美肉魂，要消磨你的意志，方便他下一步行动，夺取你的躯壳，替换你的神魂。夺取躯壳，他竟想抹杀我的灵魂，代替我活下去。那燕玄所谓的看顾，根本就是替他主子看守这具未来的肉尸。他现在不动手，是因为我修为尚浅且神智清明，强行夺取容易遭到反噬。既然你想要一具完美的肉尸，那我就陪你演下去。想吞了我，那就看到最后是谁把谁挫骨扬灰。他走了，现在能做我的生意了吧？道友要买什么？先说好，咱们这儿武器得看资质挑。买个武器还要看资质？我倒不知还有这规矩。好灵根配好兵刃，差灵根用普通货色。要是给个武灵根拿了绝世石癖，那叫暴殄天物。听说2年前宗门收了个武灵根当宝，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觉得自己能一飞冲天，简直痴心妄想。竟敢在我百炼阁甩脸子！好生无礼！拿这么多兵器给你挑，一声不吭就走。你该不会就是个废柴武灵根，被戳中痛处了吧？是又如何？
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元丰师弟吗？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听说你们瞬息峰不日就要下山历练，灵儿师姐也去，我师兄高兴坏了，正想问问要不要同行呢。瞬息峰，元丰，他就是那个被峰主们疯抢的天才武灵根。师弟，没看中称手的武器，遇到了点小麻烦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这张破嘴该打，道友您里边请，我把镇阁之宝给您端出来。可别，我这废柴不配用你们的镇阁之宝。底下人不懂事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看上什么随便挑。就这个纳寿环了。别急，给你们换个新甲。历练终于要开始了。